有一天，我上海同事跟我说，极氪 9X 就是浙江老板们喜欢的风格。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要开地图炮啦，但是身为一个台北人，老实说我也蛮喜欢这个风格的。特别是今年北京车展，我在麦莎瑞的展台上看到了量改的非常屌的极氪 9X。然后呢，前一阵子我又参加了极氪 9X 5座版的活动，看来今年和 9X 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啊。说来惭愧，我在日上了这么多年的班，好像一直没有开过这辆车，所以我决定借一辆极氪 9X 试试看啊。好，我终于开到极氪 9X 了，不过我们今天借的是一台6座版的。然后我先说明一下这辆车的车况啊，因为这辆车呢，我拿到手的时候，里程已经是14000多公里了。然后我翻阅了一下它的导航记录啊，都是去一些很操劳的地方啦，什么敦煌啦，然后成都啊、深圳啊、北京啊、上海啊，就是短短这14000多公里，它跑了这么多地方，所以说这辆车应该是蛮操劳的啦。然后我拿到手的时候，车里面都是沙，我相信应该是去做过一些比较高强度的驾驶啊。那其实呢，之前我开过极氪 8X， 通常这种隔绝感这么好的车，操控应该都不算太好啦。那它的这个 48V 的主动式防倾感，给你这种信心足够的感觉，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我非常期待这辆车开起来，是不是像极氪 8X 这么有隔绝感，就是那种好像漂浮在这种魔毯上面的感觉。那其实我必须得说，还是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哦。那因为我们今天开的是 Ultra 的车型啊，所以没有 48V 的主动式防倾感，所以侧倾稍微大一点，这个是我能理解的啊。但是呢，首先你开上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方向盘的这个传递上来的路感是比较明显的哦，没有说像是极氪 8X 这种好像完全都被抹掉的感觉哦。那当然我说这个路感就是一些你似乎能感受到一点点这种柏油路的颗粒的这种感觉，这话可能讲的有点夸张，但是总之就是会有一点震动传上来，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因为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稍微有一点路感，知道自己压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来呢，就是这辆车的减震啊，当你在很低速的时候，大概就是时速10几公里的时候，你压过一些停车场的这种减速带，你会觉得说，这个减震啊，软中带 Q 啊，支撑性好像还不错，而且也觉得整个回弹是蛮有质感的啊。但是当你把速度往上提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刚经过坑洞或是起伏的那一瞬间啊，这个冲击感啊，可能还是稍微比 8X 要在我印象中的 8X 要再强烈一点啊。当然他们都很舒服，以一辆这个50万以上的这个车来说，这个车的底盘表现是很舒服。只是我觉得它好像跟 8X 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初始的这个感觉稍微明显了一点点啊，这就只有一点点而已。我看过有些博主说这辆车的整备质量太高，所以说他必须把它的这个底盘的胶套弄硬一点，要不然整辆车会看起来很漂浮、很模糊、很软烂的这种感觉。那显然这辆车并不是这种一个调性啦，我觉得它其实开起来的感觉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这辆车的轮圈呢，它现在是一个22英寸的大饼圈，然后再加上285的宽胎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轮圈很好看，我超级喜欢这个轮圈的。如果要我选，我一定会选这个轮圈，而且现在据说是有这个限时优惠啊，不用加钱就可以选啊，有点跑题了啊，就是因为这个轮圈太重了，所以说它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过这个坑啊、坎啊，或者是什么凸起物的时候啊，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些调性啊，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我刚刚说了嘛，为了美丽啊，我觉得这点点小小的牺牲啊是可以的，被接受的。我真的超爱这个大饼圈的，很漂亮啊，亮晶晶的，配上这个黑色的车身，超赞。然后我在试驾的时候呢，其实还遇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场景啦，就是那种我家附近有很多这个桥啊，它这个凸起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下子然后这样把你车顶起来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你落地的那一瞬间啊，跟我想象的就差异很大了。我以为这种开起来偏向舒适性的车啊，落地的那一瞬间一定是多晃个2-3下。那其实呢，它落地的那一瞬间就稳住了，它没有再有第二次多余的弹跳，或者是说落地的时候还会这样这种像船一样的。当然了，如果它把这个遇到坑洞这个力量传入的第一瞬间，如果再调的再柔和一点点，我觉得那就更完美了。那其实这辆车的整个隔绝感呢，我觉得还是有压过这个伸缩缝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伸缩缝的存在
但是呢，车体传上来这个噪音咚咚两声是非常沉稳的啊，不是那种很松散的感觉。那另外呢，减震的这种回馈感，还有这种回弹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车体很扎实啊。但有些车可能会有一点，你知道的，就是车体的一些共鸣啊，或者是车内的组装的一些问题，导致一些杂声出现。但是这辆车就不会。而且这个隔音呢，让你会觉得我跟外界其实是有一层距离的。除了方向盘会有一点点来自路面的震动之外，其他部分都没有。你不会从这个踏板上啊，或者是椅垫上都感受不到外边的震动了。然后隔音也做得很不错嘛，双层隔音玻璃全车的，那可能会稍微听到那么一点点轮胎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能够接受，因为比它贵的车未必做得比它好嘛。所以说，我觉得这辆车开起来就是一个很悠然自得啊，这点倒是跟8X 差不多非常慵懒，或者是说隔绝感，又或者是说你好像坐在一块悬浮的魔毯上啊。当然我不是说它的稳定性有问题啊，其实现在新的豪华车都不会再把舒适性当作是这种软烂模糊，不管是对于这种底盘的这种支撑性啊、悬架的支撑性啊、回馈啊，多少是带有一点韧性跟 Q 度的啊。那可能有些博主会觉得这辆车的中心区域的这个转向啊，可能稍微模糊了一点啊。老实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强调操控性的车辆。那其实中心的这个转向响应稍微慢一点，或者是模糊一点，也未尝不可呢。因为太灵敏，其实对于很多驾驶来说，开久了是会疲劳的啊。毕竟这不是一台 GT 跑车啊，也不是一台钢炮，或是那种正儿八经的性能车，它是一辆带有豪华调性的一台 SUV。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设定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选这个48V 的主动式防倾杆。很多人说只开直路感觉不到，但是你总是会像现在一样上下匝道嘛。那如果你在上下匝道的时候给你一个更稳定、更好的支撑也不是一件好事吗？而且它其实完全对于这个舒适性没有什么影响的，你只会觉得说在这个弯中它不会点头，或者是说油门一踩它不会严重的抬头。那这一点我倒是觉得非常的神奇。我上次真的一开到8X 有这个48V 的主动式防倾杆，真的是惊为天人啊！没想到现在国产车的底盘也是这么的令人赞叹不已。那最后呢，来讲它的动力好了哈。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动力没什么好说的啦，因为现在这些新能源车动力随便都有个800、1000匹的。对于我这种不怎么样的驾驶技术来说300-400匹就够用了。那800多匹、1000多匹，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严重过剩了。而且它不是内燃机，所以基本上这个加速的过程都是十分的猛爆啊。好，我们现在来调到运动模式，智能电混状态地板油下去。我觉得它的这个输出是有一个过程的，它还是会稍微慢慢的释放它的这个动力。这一点我是觉得做得不错不是说每辆车都要这么猛爆的啦，它不会让你觉得说整个人被压在椅子上不像我之前开的那个预期 GT 一样。老实说，这个1000多匹马力这样踩下去，没有准备好的人会觉得有点头晕呢。其实我觉得双电机车型的动力就已经非常足够了。3电机车型的话，除非你对这个动力是有非常非常执着或是需求我觉得才去选3电机车型。那它的发动机大概什么时候会介入呢？因为这辆车大部分是使用电驱，所以说它的发动机可能要到时速80以上才比较会介入这辆车的驱动它大部分是作为一个增程器的一个模式来介入的。那这辆车讲到这个增程器，我觉得说不管是8X 还是9X， 在这辆车上你都会感觉到它的启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轻微，你感受不到太多来自发动机的噪音甚至说启动那一瞬间的一些抖动你在行进间更是感觉不到，可能你要开了很久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好像发动机启动了，有一个发动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并不会打扰到车内的一些安宁。还有一点就是不少用户很关心的后轮转向这里我们不去探究这辆车为什么没有配置相信各位老司机心里都有数啦。不过这项配置还是要结合各位老板们的实际使用场景来衡量，并不是说没有后轮转向就一定代表产品不行，本质只是产品上的取舍。毕竟有后轮转向的前提之下，也有可能会牺牲一部分车内空间，就看大家更看重哪一部分啦。正好借由这次机会我们来比较一下5座版和6座版有哪些差异。
因为5座版、6座版车型的第一排其实都差不多，都一样的，所以我直接从第2排开始讲了。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啊，6座版车型它是2个独立的座椅，然后呢，它中间有一个这个扶手，这个扶手是不能抬起来的，所以说你感觉上啊这边会被有种限制住的感觉。那当然啦，5座版车型它中间的这个扶手是可以抬起来的。那再来就是空间呐，这个空间呢，你这个6座版车型啊，把座椅推到最后的时候，刚好跟这个屏幕是比较近一点的，但是头部空间大概也有1拳左右。我现在是放一个比较躺的状态，那如果你要把它立起来的话，可能会稍微头部空间会再小一点点，就看你的坐姿啊。那腿部空间其实也是很大，是没有5座版车型这么大，但是我觉得6座版车型你把它调到最后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把它往前一点，如果你后面要坐人的话，刚刚后面大概只有这么大，我现在往前调一点。坐到后面可以坐人的话，其实我现在身高1.7米，也是有2拳左右的一个距离，然后头部空间也变大了。那这个就是看你个人是怎么取舍啦。我是觉得，如果你的第3排使用几率真的非常少的话，5座版车型，也就是2排座椅车型会比较适合你。那另外啊，讲到其他的部分啊，像是这个座椅的功能呢，其实2款车型座椅的功能啊各有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给大家看。5座版车型的第2排能看作是2张独立座椅，豪华属性我觉得比6座版车型更顶。但是呢，空间变化没有6座版车型那么强悍，主打的就是伊姆斯躺椅和零重力座椅模式。伊姆斯躺椅就是那个网上卖好几万一张的椅子，然后5座版的后排有2张小桌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6座版只有1张小桌板。5座版还有一个隐藏版的座椅模式，就是单人 SPA 模式，这个目前要用手动操作，没有办法一键开启，因为要拆头枕。然后5座版的中央扶手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充电线。老实说，我觉得无线充电有时候并不是很好用啊，尤其现在很多手机的镜头很凸，会影响充电。你直接给个充电线，不是比较好吗？6座版的第2排变化就比较多了，基本的零重力座椅必定是有的，然后还有对坐模式、个人躺器。我个人是觉得这辆车比较适合3代同堂，或者是喜欢开车到处跑的家庭用户啊。至于5座版和6座版第2排都有很多豪华性舒适配置，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我只觉得5座版似乎属于更豪的那种类型，你可以把它当做4座版车型。为了让这辆车的第2排看起来更贵气，5座版中央座椅的安全带甚至能隐藏起来，细节做得不错啊。然后这辆车的第3排，我觉得其实蛮好进出的，你可以直接从2排这样绕到后面，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按这个按键，它会让出一个很大的空间啦。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空间，我们一般人要走进去是很简单的。来，镜头可以随我过来看看，我就这样直接坐进去。然后坐下来之后呢，我现在把这张座椅调到最前面，然后这张座椅呢是在它座椅回位啊最标准的位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是没有，但是呢，它的调整的幅度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大。所以说其实你往后面调，马上就可以空出一个1拳以上的一个腿部空间了，我觉得还不错。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个遮阳帘啊，大概有1拳左右啊，1拳左右。如果你稍微坐挺一点，就是1拳1指啊。然后第3排椅垫其实坐的还算舒服啊，座椅的这个软硬度呢，我觉得稍微偏硬一点是我喜欢的，比较有支撑力，但是椅垫还是比较短一点啦，所以对于这边的支撑性可能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能够接受，坐个2-3个小时是不会累的，尤其是小孩。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座椅可以往前往后的一个按钮，所以我觉得对第3排的照顾也还行。然后这边呢还有很多控制键，像是座椅加热啊、遮阳帘啊，还有一个可以呼叫全车的一个这种扩音按键啊，这个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师傅，快点，我赶时间了。5座版的后备箱空间，不管是常规还是扩充后，都比6座版大。2种车型都有大床模式，但是大床套件不能共用，看视频就知道为什么不行了。你觉得哪一种布局比较合理呢？我们现在用这个急充装啊，这个线呢很软，不像外面这个充电桩这个线这么硬那么重，拉不动，很好拉，很好用。其实我更喜欢极氪8X。